搭上了鞋子来学校？我穿错哥哥的鞋子。先有一个吻。我也是去高。我可不是在做白日梦，我是真的击败了297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小梅姐。我叫蔡佳怡，今年4岁。闹时灵七座，寻花若是行。我叫知伟，2岁半。很多叔叔阿姨都叫我很聪明，这一切都是妈妈的功劳。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m going to sing the magic song. 在戏中，志宇没有太多的台词，一双眼睛，一个表情，演活了苦情的孩子，展现了他的才华。梁导演，你还没看过我哭啊？我会哭好像。我没想到他就在那几秒钟里面，他就整个眼眶啊就湿了。那个鞋子掉不出来了。然后呢？连掉不自然，连就一直重新开始。那这个结果跑了多少次？20多。恩宁今年只有4岁，却能够用手中的画笔绘画出五彩缤纷的世界来。This is all from Skunkle. This is a copy of the people sit on it. 思睿可说是我们最小的街头艺术家，每逢周末，只有6岁的思睿就会到乌节路去表演。I got my favorite song. When I play drums, I can listen to them. 我从8岁开始就学跳交际舞了，当时学了才3个月，便参加舞蹈比赛了。跳舞很有趣，音乐特别动听，而且会跳舞的人很特别。慧琳平时文静害臊，不过一站上舞台却毫不怯场，尽情享受演出后的掌声。好多人clap， 那个不是拍手。我觉得很快乐。71号的陈俊伟是赛车场上不折不扣的猛将。多玩就好了。那结果拿第1名，感觉怎样？很开心，很满意。海柔虽然只有10岁，但是却已经有6年弹奏古筝的经验。上台表演对她有如家常便饭。我在台上表演的话，就觉得好像可以发挥一下自己的能力的话，就会觉得很开心那样子，可以让人家看一下我的能力。我是李依萱，我今年5岁半，我最厉害读故事书。虽然还在念幼儿园，宜萱的英文阅读能力却已经有小2学生的水平。我是小超人，我们回来了。我是郑启颖，我今年31岁，这是我10岁的样子。
我从8岁时开始跳拉丁舞，已经得了20多个国际比赛的冠军了。我是小超人。Now we're gonna do Rumba walk forward. 我回来了。舞蹈不只是一个艺术或者一个体育，是我的 identity。我跳舞的时候跟音乐一起配合，我觉得我能感受到我自己，所以给我一个很大的满足感。我从8岁时开始学跳舞，一直梦想要做一个专业的舞蹈员，有自己的舞蹈学院，做一个教练。我还记得一些舞步呢。我当时拍摄《小超人》时候10岁。2 and 3 and 4 and 1 and 2 3 4。我小时候都是在我父母的学院学跳舞。放学后就直接从学校去学院去练舞。我觉得没有那么累，因为小时候我有很多力气，我也觉得很好玩，所以我很高兴的去练。我从来没有去炫耀我会跳舞，所以我的老师和朋友们都不知道我会跳舞。但是拍了这个小超人之后，全校都知道我会跳舞。我有一些同学会问我可不可以教他们几个舞步。我父母在舞蹈界里是非常有影响的人物。是第一批去英国受训的亚洲选手之一。他们赢了20多个标准舞和拉丁舞的比赛冠军。我记得有一个英国的世界标准舞的冠军来到新加坡做裁判。他受记者访问的时候，他说亚洲的舞蹈提升是因为有我父母。我很感动，也很骄傲。我自己也想给其他人或给舞蹈界带来一些贡献。有一天，我就问了我妈妈：“你为什么没帮我找一个舞伴？我很想跳舞。”我就呆了，我就想，哦，你喜欢？他讲是啊，我要跳舞，我要比赛。我讲哈，我就说好，妈妈帮你想办法。我跟他说。当你要走这条路的时候，会有很多不同的磨练。这样把它装到美美的准备去比赛。音乐一开始，他整个人就360度变了，我们都吓到。外婆把舞蹈天分遗传给妈妈。现在妈妈又把这个艺术天分传了给我，所以从小我对跳舞就看着要哭了。我看到我祖父母和我父母教舞的，还有表演的这些片段，我感到很感动。小时候参加比赛，那些比赛都离家不远，还有妈妈爸爸都跟着我去这些比赛。然后长大后，出国了以后。这些受训的经验都是要自己去面对，所以我以前和最近参加比赛的感觉是很不同的，压力也是不同的。There's just like a lot of other difficulties. I want the food to be very specific. 我觉得我妈妈相当严格，她对我的要求很高，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对自己的要求更高。我知道跳舞如果要跳到一个很高的水平，你都
需要去努力嘛，不可以一直在玩。他非常知道他自己要什么，他也很有毅力的去完成，他也一定会完成。这个是我很欣慰，也有担心的时候。他就是有时候不顾自己的健康啊，或者睡眠啊，我都要时常叨跟他说，你不要这么拼，妈妈支持你，你要怎么做，我们就一起去做，一起去完成。我就时常用我自己的衣服来帮他补比赛衣服。记得有一次一件服装寄过来的时候就非常短，我不可以给他这样出场，可是我们没办法，没时间做新的了，所以我就把我自己的服装，我自己的舞衣把它剪了，就立刻就把它凑成就是一个 extension。 当然第一件衣服是印象最深刻的，他就是第一次上场，我得要帮他绑那个头发，放那个小辫子，小小的那些装饰品在他的头发上，跟他画一些淡淡的妆，订了一个在意大利做的衣服，就是很简单很可爱的衣服，我到现在还有还收着。我的舞伴是曾天伟，我们是幼儿园同学，我们都是10岁，性格完全不同。我好静内向，他活泼外向，不过我们却是舞台上的最佳拍档。有时喜欢，有时不喜欢。为什么呢？因为他无理取闹，常常乱甩脾气，而且不肯练舞。那喜欢的是什么呢？我们得奖的时候就喜欢他。我小时候跟天伟参加了很多比赛，都拿到冠军。但是有一次我们出国比赛，遇到了一些年龄比较大的孩子，我们在那场比赛没得到冠军。我记得我感到有一点伤心，但是这个经验给我们意识到，我们一定要更加努力去提高我们的水平。从小到大，我的舞蹈之路是有一点坎坷。11岁的时候，天伟为了要去专注小学离校考试，所以他决定停止跳舞。我那时候很伤心。我因为找不到舞伴，所以中间中断了8年。我有去练其他的舞蹈，比如现代舞，还有一点芭蕾舞和街舞，但是其他的舞蹈没有像拉丁舞给我那种满足感。我想跟我小时候的我说，生命不总是会按照你的预期，有时候会有一些变化和曲折。只要你记得你为什么出发，而且你也是为此付出努力，你就会觉得这些变化都是生命最好的安排。我一向来都是花很多时间来读书，舞蹈给我生命带来一种平衡。I feel very connected with my emotions. A 水准考试过后，我考进了纽约大学，那边离一个很好的舞蹈学院不远。我每天放学后都会去练舞，一个星期练5、6次。然后有一次我的脚受伤了，医生告诉我，我不可以再穿高跟鞋了。我就想，我怎么能不穿高跟鞋呢？我是跳拉丁舞，我就没听他说的话。后来还是坚持下去，1、2个月过后就再参加了比赛。我就很心疼他，因为他很能承受，他很能吃苦。他要是真的是很辛苦的话，他才跟我说。
我是一个喜欢自己面对挑战的人。我2021年在斯坦福大学读我的博士，那时候我觉得生活里好像缺了一个东西。德国公开赛是世界其中一个顶尖的比赛，难度很高。我觉得我已经27、28岁了，我很想去拼一次舞蹈。比赛给我带来很大的压力，因为我又要去读我的博士，又要去练舞，所以找到一个平衡是很难的。我时常都会发那些特别鼓励他的话，一定要给他知道他精神上有我在那边支撑着。我也是要面对我的舞伴，他的情绪没有那么稳定，不断的去打击我。在比赛的第一轮，我的舞伴动作力量很大，他突然间推了我，我的肩膀有一点脱臼，我的肩膀还有我的脚非常的痛。他不敢说，他报喜不报忧，他不说，我也不知道。当时比赛时候，我的肾上腺素比较高，所以我能够控制我的情绪，控制我的感觉，去继续跳舞。我有委托我的一些朋友，求求你们帮我拍我女儿，她是什么什么，你就寄给我，一拍完就寄我。她每一支舞跳完以后，我就收到这些信息了，琪颖就会打电话问妈妈怎么样。我说我看到你做了这个动作，或许你应该是用另外一个技巧来把它做得更好，所以他就一关过一关过一关，后来终于过到 final 决赛。我记得我站在舞池旁边，在等待开始跳舞的时候，我的情绪又激动又紧张，我心跳得特别快。我身边有一些我很难面对的一些人，但是我知道我已经付出了很多。当时我知道妈妈、爸爸还有我的祖母在新加坡看我的直播，我知道我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脱颖而出。啊，你要知道是非常不容易，全部都是外国选手。经过2天的比赛，我们战胜了大概200队的选手，我们赢得了冠军。我跟我的先生2个抓着那个手，后来叫到他第1名的时候，我们2个跪下去。我没有夸张，我真的是跪下去，我哭，然后就是很骄傲。我们在拿奖杯的时候，新加坡的国歌奏响，那时候感到很感动，因为是第一次新加坡国歌在德国的场地里奏响。我读博士学的是心理学，很多教练跟运动员都非常的注重比赛成果。我现在研究的课题就是在找一些方案，帮别人怎样克服生命中的一些困难和压力。除了做研究方案之外，我也有做体育安全维护官，主要是防止运动员受到心理和身体的骚扰和虐待。我还会跟各国的体育舞蹈的领导教他们制定一些保护运动员们的政策。我现在跟国际奥委会和世界体育舞蹈联合会合作，如果运动员遇到了什么问题，他们都可以找到我。我觉得舞蹈给我带来比较高的自信，还有我的性格变得了比较坚强。我希望我未来能继续找到我的 Ikigai， 这是日语的一种哲学概念，指的是你所热爱的、你所擅长的，
能帮助社会、帮助别人的，还有能养活自己。如果你找到这种工作，你就可以找到你人生的意义，可以为社会做出贡献，用我的跳舞的经历，还有我心理学的教育去帮助别人。